在今天的短视频平台上，我们正在目睹一场关于中世纪迷信的赛博文艺复兴。你只需要加一段低频环境音，配几张 AI 生成的流氓心阵图，再塞进被掩盖的真相、不敢公开的秘密这类被滥用的词汇，炼金术这3个字就能轻松地斩获100万级流量。现代流行文化用极其精密的视觉工业，把炼金术死死钉在了失落黑科技或者终极魔法的标签上。在那些散发着下水道气味的都市传说里，有人声称可以用体液和马粪在烧瓶里培育出人造人，也有人声称共济会的高层掌握了喝下液体黄金就能永生的秘密。大众为什么爱看？因为这种内容一直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这个世界上存在捷径，只要你掌握了那串神秘代码，就能跳过物理法则，跳过工程门槛，直接把财富从空气中变出来。这种故事听起来当然特别的过瘾，但如果把这层神秘主义的滤镜撕掉，再用工程和材料科学的视角，把这段延续了2000年的历史重新放回现实的账本里看，炼金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要看清这门技术的运转逻辑，我们得先把它从神秘学里拉出来，并把它放进现实的账本里。为什么从古希腊学者到欧洲君主，整个人类社会会花几千年认真投资一件今天都看起来十分荒唐的事情？答案其实只有2个字，那就是搞钱。准确地说，是为了应对一场国家级别的货币信用危机。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再加上长期的贸易逆差，欧洲本土的贵金属被大量抽干。在那个没有中央银行，也没有法定信用货币体系的时代，货币值不值钱，主要就看金属本身稳不稳。那为什么偏偏是黄金？这当然不是单纯的审美偏好，而是微观物理法则决定的。黄金的相对论效应和极端的化学惰性，让它哪怕在海底沉睡2000年，捞出来依然不腐不锈。正是这种绝对稳定的物理属性，强行确立了它的金融霸权地位。当欧洲君主发现国库枯竭，金币被疯狂掺假，军队又快发不出军饷的时候，他们只能想办法打破自然界的地质封锁。所以炼金术在欧洲的爆发根本不是什么神秘学的冲动，它的背后就是一场赤裸裸的财富焦虑，本质上也是一场国家级的风险投资。统治阶层砸下金金白银，试图攻克当时人类科技树上最难的一个节点，那就是重金属元素的定向合成。提到炼金术士，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穿着黑袍，站在钢锅前拿着瓶瓶罐罐的江湖骗子。历史上确实有这种人，但真正值得警惕的，从来不是骗子混进了行业，而是连那个时代最顶尖的天才都相信炼金术这条路是能走通的。比如牛顿，很多人把牛顿晚年研究炼金术看成是他向玄学的妥协，可这种看法本身就脱离了那个时代。我们先得把自己扔回到牛顿那个时代，在那个时候，没有显微镜，没有光谱分析仪，连氧气到底是什么都没有人能说得清。今天我们觉得一眼就该知道的东西，在当时是绝对的认知盲区。简单的来说，牛顿面对的压根儿不是怎么解题的问题，而是连这道题长什么样，当时都没有人知道。所以他研究炼金术，并不是在搞什么玄学，纯粹是在绝对的盲区里瞎撞。在牛顿留下的那些炼金手稿里，你看不到什么神秘咒语，密密麻麻写的全是火炉温度、矿物配比、反应时长。说白了，他不是在念咒，他是在一遍一遍的尝试，而且这种尝试并不安全。为了拿到最直接的数据，牛顿长期把自己暴露在各种危险的化学试剂和重金属蒸汽里。后来对他头发样本的化验发现，他体内的铅和汞含量严重超标，所以牛顿没有疯，他只是被困在一个硬件极度落后的时代里，试图用当时人类手上唯一的工具去暴力破解物质的底层代码。这件事情真正残酷的地方就在这里，在这项工程连个底层说明书都没有的情况下，哪怕你是牛顿，也只能靠最原始的试错艰难前行。现在我们要用绝对理性的工程审计来回答那个核心问题：2000多年里，古代炼金术士到底有没有靠火炉、水银和各种化学药剂炼出哪怕1微克的真实黄金呢？答案是没有。至少到今天，依然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他们曾经成功过。这不是火候的问题，这是他们遭遇了宇宙底层物理法则的降维打击。让我们用现代视角来拆解一下：点火、加酸、蒸馏、升华。炼金术士在2000年里把这些操作重复了上千万遍，但无论怎么折腾，这些操作调动的能量都太低了，低到只能动摇原子最外面的那几圈电子。电子的得失和共享，说白了就是化学反应，而普通化学反应的那点能量
根本没有资格改变物质的本质。所以说，即便他们折腾了2000年，改变的都只是金属的外观。可黄金和铅真正不一样的，从来不是外观，而是本质。说白了，就是原子核里的质子数量不一样。想要把铅变成金子，你得直接强拆原子核，把多出来的质子硬抠出来，这在物理上叫核善变。而要做到这一步，你得克服质子之间巨大的斥力，所需要的能量是普通化学反应的100万倍以上。而这种能量通常只存在于恒星死亡瞬间的超新星爆发里。如果把改变物质比作开门，那古代炼金术士就是在门外用化学反应拧了2000年的门把手。但他们不知道，把铅变成黄金的那扇门根本不在那个维度的大楼里。用中世纪那种撑死能烧到1-2000度的破砖炉子，想去改变原子核，这在工程逻辑上跟拿着一根火柴去煮沸整个太平洋差不多。所以在理论物理上，点石成金确实可行，但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工程条件下，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死胡同。如果只看制造黄金这个最终 KPI， 炼金术就是一场持续了2000年、失败率100%的烂尾工程。但如果把人类工业发展的账本重算一遍，你会发现一个很残酷的反转，那就是他们虽然没有炼出黄金，但却在一次次的失败里，把现代工业所需要的数据硬生生的给试了出来。1669年，德国炼金术士布兰德收集了50桶人类尿液，在地下室疯狂熬煮。他虽然没能搞出黄金，但在剧烈反应的恶臭残渣中，阴差阳错地分离出了一种能在黑暗中发光、暴露在空气中会自燃的白色固体。而这就是化学元素磷。这个带着尿骚味的副产品，直接催生了改变全人类的火柴工业，同时还支撑起了现代农业的化肥系统。而在更早的公元8世纪，阿拉伯术士为了寻找终极溶剂，将硝酸和盐酸混合，发明了能腐蚀万物的王水。直到今天，最顶尖的芯片制造还得靠它来洗硅片。除了发现新元素，炼金术士们在2000年的失败中，硬生生点出了化学工程的核心技能树。为了获得高纯度的溶液，他们完善了复杂的曲颈瓶和冷凝管，而这正是今天石油化工厂里分流塔的前身。为了不被炸死，他们强迫自己使用天平记录物质重量的变化，搞出了最早的实验室安全规范和通风系统原型。有时候错误的理论同样可能逼出绝对正确的工具。今天，当你走进现代制药厂的流水线，或者拆开一块高密度的锂电池，顺着那些配方和工艺往上追，最后都会追到几百年前那些阴暗潮湿、充满有毒气体的地下室。那些在浓烟中剧烈咳嗽、被重金属毒害了神经、苦苦寻找黄金的疯子们，用他们一生的时间追求了一个彻底违背宇宙法则的幻影。他们没有学会魔法，也没有找到财富自由的捷径，但他们在长达2000年的失败里，打造了现代化学的根基。这里是信息局外人，我不负责给大家提供答案，只是给大家提供另外一种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好了，这期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